本期肯定都是好鞋，但不一定都很平价，但是最低的也只需200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擦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啊。那上周呢，跟大家分享了一期球鞋视频，那其中分享了6双鞋。那视频呢，大家反馈也非常不错啊，所以这一期继续分享近期收到的好鞋。那正如我开头所说的，不一定超级便宜、超级平价，但是也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鞋款，而且非常巧的是，这些鞋款的颜色非常的亮眼骚气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看第一双萨洛门 XT6 四姑娘衫配色。那这是萨洛门首个中国限定胶囊系列幻山者中的一款啊。那这个系列的话，一共会有3款，那并且3个鞋款的话，也都会使用萨洛门的3个标志性的鞋款。那这双 XT6 四姑娘衫配色的话，便是首发鞋款。那这么花哨亮眼的配色啊，在萨洛门 XT6 中呢，也是非常少见的。那这边配色设计啊，是以户外名山四姑娘山的高山热力图为灵感，通过捕捉不同跑者攀山时的热力变化，将这种渐变炫彩的热力图融入到鞋款之上。那也是将人与山连接在一起。那不仅是鞋面啊，鞋垫也是使用了这种高饱和的渐变色。那同时上面还印有四姑娘山的山脉坐标。那鞋底处的绿紫红3个色块也是呼应了鞋面上的多彩热成像设计啊。当然，除了外观出彩 ，XT 的专业性呢，其实也是不容置疑的。那中底的 ACS 缓震科技搭配 Contact Grip 的超强抓地外底啊，那保证脚感的同时兼具稳定耐磨和优越的抓地性能。那这次的鞋盒设计啊，同样是花心思啊，同样是这种热力图元素的特别鞋盒。那并且鞋盒上在各个方向呢是印有，比如说萨洛门啊，然后是幻山者的 logo， 以及侧面四姑娘山字样的汉语，还有是藏语的拼音。那这次鞋盒中还隐藏着一个彩蛋啊，非常有意思。那系列每双鞋都会附赠这么一张山魂卡，那当中包括黑曜卡和灰岩卡2种啊。那每张卡都带有独立编号，极具收藏价值。而且如果大家在鞋盒中抽中了黑曜卡，即可获赠幻山者3山系列的另外2双鞋款，那一次性集齐全套的幻山者系列鞋款。那如果在鞋盒中抽到是灰岩卡，那也有机会进入猜谜环节。那幸运的朋友呢，也将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啊！我们马上来拆一下，到底这里面是什么卡？那我的运气还是一般啊，只有抽到了这个灰岩卡，没有抽到黑曜卡。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很幸运的抽到黑曜卡啊！还真别说，这次萨洛门的这一个中国限定胶囊系列幻山者呢，做的是真的很用心。那下面我会给这双鞋做一个上脚演示，大家可以1到5分给我打个分数。第二双来自 Vision Streetwear 的这一双 Concave 的滑板鞋。那首先这双鞋最吸引我的点肯定是在于它的黑粉配色 Black Pink。那这一个粉色的话，它也是那种比较暗的粉色，所以我觉得男生也是完全可以驾驭的。鞋子的设计灵感则是来源于 Vision Streetwear 80年代的热门鞋款 Sweet High。那鞋面整体的话，其实是这种拼接的设计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有2种材质拼接。那大面积呢，还是采用了这种质感比较好的翻毛皮麂皮材质。然后在侧面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拼接了高强度的材质。然后在后跟这边的话，有 Vision Streetwear 的一个 logo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底啊，因为它是一双专业的滑板鞋，所以它在中底的有好几层的一个缓震和保护性能，那稳定性也是非常不错。另外的话，这种半高帮的话，也是对你的脚踝稳定性还有脚踝的保护性也是非常 OK 的。当然，我觉得它日常穿着的话也是非常好看的，毕竟滑板鞋日常大家作为穿搭的话也是比较多的。再加上下来秋冬季了，有一双这种中帮的鞋款，对于不喜欢高帮的朋友来说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穿的。那下面我也会把这双鞋做一个上脚演示，大家可以1到5分给我打个分数。那我说了，这次的鞋款的配色都是比较骚气亮眼的。那第3双鞋同样是一双粉色的鞋款，来自阿迪达斯的 Salacot。那这双鞋到手价格非常便宜啊，300都不到，我记得是288元。那现在如今啊，阿迪的 Samba 还有是 Gazelle 都非常的火啊，价格也是比较高的。之前可能只要200-300就能买到的 Samba， 现在原价你可能都买不到啊。那这一双鞋我觉得就是很好的桑巴平替。那这双鞋本身定位的话是一个平地足球鞋，所以它其实是一双有功能性的鞋款啊。但是我觉得它作为日常穿搭也是非常不错的。首先它前面这种缝线的鞋头就非常有复古的感觉，再加上深胶大底啊，
质感拉满，然后整个鞋面的这种麂皮材质呢也是很好看，然后再搭配上侧面白色的3道杠啊，整体的这个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除了粉色这个鞋款，我看到还有黑色的，同样也是300不到一点点啊。所以如果你觉得粉色不好搭，或者说你日常没有穿惯这种亮色的，你选一双黑色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无论你是搭工装裤、搭牛仔裤啊，我觉得都是很好的，而且它的价格这么便宜，是不是值得冲一波？那下面我会对这双鞋做一个上脚，大家可以1到5分给我打个分数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一双来自耐克和我最喜欢的品牌 Acronym 联名的 Blazer。那这双鞋的话，其实已经出了很久很久了。如果你经常看我视频的话，可能也会知道，我之前其实已经分享过、介绍过、穿搭过了。那当时我数的价格呢，我记得是500-600块钱吧。那其实那时候已经是倒闭掉了，因为刚出来的时候，因为它这个后跟可以做什么3D 打印啊，所以它是小涨了一波的。但是没想到，如今这个鞋已经降到了300以内，就这个配色。然后另外那个黑绿配色的话，现在是300出头一点点。所以最近我把那个黑绿色也同样入手了，但是它还没到。其实整双鞋的细节还是非常的明显的。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麂皮鞋面上，它做了一些切割，然后可以露出里面的一个材质。有一些切割的呢是 Acronym 的 logo， 然后后跟的这一块东西呢，它是可以拆除的，你可以自己3D 打印做一些东西以后装进去，然后同时呢，它还有一个红色的配件，你可以把它配上去，所以整体的话就是一个非常亮眼的。有机能感，但是没有功能性的联名鞋款。那这个鞋呢，其实也很好搭，你搭配一些黑色啊，或者说是深色的偏功能性的长裤，那整体的感觉就是有那个 Acronym 的那个味道啊。那再加上现在它200多的价格啊，如果你是机能风的爱好者，你喜欢 Acronym， 你喜欢光头的产品，但是你买不起它的衣服，那这个鞋绝对是Acronym 产品线系列里面最便宜的一个产品了。然后尺码的话，有些人说要买大半码，但是我买正码，我觉得还 OK。所以如果你脚宽的话，可以适当买大半码到1码；如果脚正常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买正码也是完全 OK 的。那下面这双鞋的话，我也会做一个上脚，大家可以1到5分给我打个分数。最后我们来看这一双彪马的 Slipstream。那这双鞋的话，其实也很明显的，它是一个做旧效果的 Slipstream。那这种做旧效果呢，其实现在做的也比较多了，只是彪马好像是比较少有做这种款式的。然后这双鞋呢，价格也比较合适，到时候我记得是429块吧。反正对于这么一双鞋来说，我觉得还算 OK。因为首先它的做工啊，我觉得是很好的，然后它的设计其实还是有一些巧思的，比如说它侧面的这一个把这个皮给做断了，然后这根线一开始我以为是线头，后来发现2只脚都有这个线头啊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做旧的效果，再加上中底的这种做旧啊，但是我这个鞋尺码它发错了，所以我这个调包扣都没拆，我准备拍完视频给它就是寄回去换一个我可以穿的尺码。然后这双鞋有一个设计我是没明白，就是它的鞋带这么长，大家看到超级长，我不知道它这个设计是要怎么来穿搭，反正不是特别实用。但不过好在它里面还附赠了一副常规的暗红色的鞋带，所以你把它换上去之后呢，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如果你在找寻一双做旧质感的板鞋，想搭配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 vintage 啊或者 new vintage 风格，那我觉得这双彪马的 Slipstream 还是不错的，毕竟400出头一点，而且也不易撞鞋，所以我还是挺推荐的。那最后的话，我也会给这双鞋做一个上脚，大家可以1到5分给我打个分数。OK， 那以上这5双就是本期要分享的鞋款，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？不知道这一类骚气彩色配色的鞋款，你平时会不会穿呢？那最后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